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我们周围有许多二型糖尿病的朋友，或者正在向二型糖尿病前期发展的朋友，绝大多数情况下，这是由于吃了错误的食物所带来的问题，也就是新陈代谢的问题。胰岛是胰腺中的一部分，胰岛是胰腺中的细胞群，这类细胞群主要发挥内分泌的功能。胰岛能够分泌激素，分泌的激素我们就叫做胰岛素。胰岛素主要是控制机体内的三大营养物质：葡萄糖、蛋白质和脂肪。其中对于葡萄糖和脂肪的影响较大。当我们的机体处于低血糖的状态时，胰岛会发挥促进葡萄糖合成的功能，加速葡萄糖的利用率，调节机体葡萄糖的含量。当机体处于高血糖的状态时，胰岛就会发挥抑制葡萄糖合成的功能，抑制肝脏内糖原分解为葡萄糖，还可以抑制甘油三酯、氨基酸等的物质转化为葡萄糖，从本质上减少糖原生成，有效调节机体高血糖的状态。另外，胰岛素还可以促进脂肪合成或者是抑制脂肪，将游离在机体的脂肪分解，防止机体产生过多的酮体，以免造成酮症酸的中毒。对于蛋白质也有合成和抑制的作用。胰岛素发挥重要的内分泌功能，一旦胰岛素受损，将会影响其功能，因此我们应该找到胰岛受损的原因，尽量的避免这些因素的发生。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导致胰岛受损的重要原因。胰岛的主要功能是调节内分泌，长期的暴饮暴食就会增加胰岛的工作压力。胰岛长期需要抑制营养物质合成，无法发挥合成的功能，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胰岛功能下降，出现胰岛功能受损的情况。2. 长期高血糖会导致胰岛受损。机体长期处于高血糖的状态下，就意味着胰岛需要时时刻刻发挥调节血糖的功能，使得胰岛贝塔细胞不停地被刺激，最终导致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受损。另外，高糖会使细胞外的渗透压增高，导致细胞内液外渗，出现细胞失水的现象，影响细胞功能，最终导致胰岛受损。胰岛受损意味着胰岛的敏感性下降，胰岛将无法正常的分辨血糖水平。在机体处于高血糖的状态下，胰岛不会发挥调节的作用，血糖过高时会导致高血糖并发症的发生。一些高血糖急症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健康，因此我们应该重视胰岛功能，尽早的加强胰岛功能。2. 医生提醒，若想胰岛强壮，这两种食物应该早忌口。胰岛调节功能对葡萄糖和脂肪较为敏感，而暴饮暴食和高血糖就会影响胰岛受损。若想胰岛强壮，下面这两种食物应该尽早的忌口。第一种，高糖食物。含糖量较高的食物会在机体转化为葡萄糖，导致机体葡萄糖含量快速的升高，而胰岛一次分泌的胰岛素有限。如果我们不停地进食高糖的食物，那么胰岛就会不停地分泌胰岛素，导致胰岛素抵抗。胰岛素抵抗会影响机体调节血糖，部分降糖药是通过刺激胰岛素分泌来达到降糖效果的。出现胰岛素抵抗这类降糖药的药效将无法的正常发挥，因此想要胰岛强壮，就应该尽早的忌口高糖饮食。高糖食物包括含糖的饮料、可乐、雪碧、橙子、奶茶，还有运动饮料和能量饮料。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含有大量的糖，或者是高果糖玉米糖浆。现在的年轻人喝这样的饮料，喝起来像喝水一样，一天下来轻轻松松就干掉几瓶，喝了还想再喝。这是因为果糖不会抑制胃泌素，而胃泌素是一种饥饿的激素，而果糖对于胃泌素没有信号影响，所以你的大脑不知道你已经吃了什么，因此你得不到控制，因此你就会越喝越多，最后只会给肝脏带来巨大的代谢负担。除了含糖饮料，糖果、蛋糕、饼干、面包都是属于一种高糖的食物。
另外还有一些淀粉含量高的食物，因为淀粉会变成葡萄糖，任何由小麦、玉米、大米做成的东西，它都会变成葡萄糖，并且会升高血糖。像绿豆、红薯、土豆这样的东西，它也是这样子的。对于代谢健康、胰岛素敏感的人，你的身体可以忍受这么多的糖。然而，糖尿病人没有办法代谢更多的糖。你的肌肉、你的大脑、你身体里面每一个细胞都不能有效的利用糖。吃淀粉带来的高血糖会进一步的破坏你的健康，所以这类食物也是尽量的要少吃。第二种，高脂肪的食物。胰岛功能对于脂肪也有调节的作用，而且脂肪还会通过肝脏转化为糖原，因此脂肪具有一定的升糖作用。另外，脂肪过多会使机体产生酮体，加之患有糖尿病时，可能导致患者发生糖尿病酮症酸中毒。因此，高脂肪的食物不仅增加胰岛功能的调节葡萄糖的工作负担，也会增加胰岛功能调节脂肪工作的负担。因此，为了减轻胰岛负担，我们应该尽量少吃高脂肪的食物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最常见的高脂肪食物包括油炸食物、肥肉等。这类食物我们要尽早的忌口。3. 除了饮食，增强胰岛功能还要这样做： 1. 加强锻炼，保持健康体重。肥胖也会影响胰岛功能。肥胖人群机体的脂肪含量较高，脂肪会转化为葡萄糖，从而增加机体血糖水平。加强锻炼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消耗机体的葡萄糖，分担胰岛工作量，有效促进胰岛功能恢复。我们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，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运动的强度。在运动前要充分的热身，运动后也要充分的拉伸。运动时如果出现头晕、发冷等低血糖的症状时，应及时的停止运动，并且快速的补充葡萄糖。2. 定期的监测代谢指标。出现胰岛功能受损会影响机体的代谢，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危机情况的发生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定期的监测代谢指标。糖尿病患者应该定期的自测血糖。出现血糖水平波动较大的时候，应该及时的到医院检查。3. 要保持心情愉快。心情愉快能够促进疾病的康复，有利于促进机体提高工作效率。但这也不能成为不忌口的原因，不忌口会使疾病恶化。当治疗疾病与保持心情愉快相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将治疗疾病放在首位。再次提醒大家，若想要胰岛强壮，高糖食物和高脂肪食物我们应该尽早的忌口。另外还要加强锻炼，保持健康体重，定期的监测血糖，保持一个良好的愉快的心情。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